次呢是来参加平遥电影节的这个云瑶计划启动这样一个活动哈。云瑶计划呢，它的主旨是鼓励青年影人，所以当你接到这份邀请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使命感吗？因为其实刚步入电影啊，才拍第一部电影。等我真的有了努力，有了认可之后，我可能才谈到使命，更多的是感觉到开心和激动啊，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电影的工作当中。那今年是自己出道的第10年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吗？因为人生当中其实每一天可能碰到一些事情，它都可以当作是个节点。这10年到如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节点给予到我，我只能觉得说是这10年像是一个篇章，它像是一个回忆录似的，在这一天发生了。我会想到很多自己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的事情。也很感谢这10年我步入了这一行，也让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些事情。否则其实如果说只是作为一个可能跳舞的一个演员也好，或者是去以后做老师也好，学生也好，可能都没有办法像这个行业带给我的那么多的体验。但我也注意到近几年花在这个表演上、拍戏上的这个时间会多一点。因为大家认识你更多是从舞台上，所以对你来说，你觉得有一个走出舒适区吗？这样的一个，我并没有去觉得说是走出舒适区或者突破的，因为我觉得是艺术是共通的，它只不过是有一些在基础类别上不同，但大体上呢，比如说舞台表演也好和影视表演也好，就恰恰又相似啊。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是学舞蹈，我会在舞台上去饰演舞蹈角色，比如说我的之前的一些剧目叫做《浪子燕青》，就演的是燕青这个角色，就是108好汉其中的一位。对，其实也是有共通的，所以我在去做到影视表演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突破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学习表演而已。对，但是你像舞剧这种表演，跟你作为组合的那种演出、演唱，那还是有区别的。对，其实这个是有转变的。因为舞蹈表演它也是在剧目里面饰演角色，但是你在舞台表演，你是在释放自己的魅力，你只要把自己的热情、把自己的荷尔蒙放在舞台上就够了。但是角色你是要把自己包到角色里面去呈现给大家。那无论是舞蹈哈，包括还有以组合的身份演出，还有做这个演员，都是基于热爱吧？肯定是要基于热爱的，是因为从小可能源自于生长环境，或者是父母的性格、父母的教育也好，就是喜欢这个表演，喜欢去模仿，喜欢去表达表达欲非常强烈，在小时候。当时热爱舞蹈的原因呢？好像你是不是喜欢 Michael 的这个表演，有他的影响？我第一次知道迈克尔·杰克逊是因为他已逝的时候我的舅舅喜欢，跟我提了这个人，告诉我，问我知不知道，然后回去就买了一个碟，然后从他那个专辑里面看了他所有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喜欢了，我就开始学一些什么太空步啊，学一下经典的舞蹈片段，然后再加上小时候体弱，参加了这个一个算是合肥这个刚成立的什么男子舞蹈中心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学习舞蹈。小的时候练功的时候有没有哭的时候啊？天天哭，我妈是吗？比老师还严厉的家长。对，甚至我的同学特别怕我妈，因为我妈会比如压腿，她会真的是把你往死里压。对，我妈从来不会心疼，就是我妈就是比如说老师要是不到位了，她甚至会回来给我加练。对，你是经常被老师表扬的孩子吗？因为练舞蹈的人一定要站在中间，就是觉得特有成就感。对，小时候学舞蹈的确是就是中把中啊，或者是组合的中间呀，那肯定大家都是会想要去站中间或者中把中的。那个是一个是个认可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。最后决定去上戏读表演，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看了《夏日福星》，然后看到这个成龙，可能小的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也不少，是吧？因为他们的影响，坚定自己来学表演吗？我是其实从学舞蹈之前，我就是想当演员。那时候学英文的时候，大家都会问你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，我都会说 movie star。我小时候就是想去，就是因为周星驰老师和成龙老师的电影的启发，我把他们所有都看完之后，我就特别喜欢，特别想要去做
电影明星那时候就，所以当大学可控可以去选择的时候，我就去选择了那个表演系。对，所以我可能更倾向于说，作为演员，他更加能够专注于我做的事情。你觉得演员是一个从无到有创造的这样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演员是创作者之一，对，角色是归于这个电影故事的，你是需要把编剧写的东西通过自己放进去，然后去塑造的，对。但是就是舞台表演，只需要呈现就好了。对，极少数，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团体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编舞和编曲和写作，对，这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团不是流水线上的做舞，而是有自己的灵魂，是有自己的输出的，这是我对我之前那个团的最大的一个骄傲点，对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参加炙热的时候，我可能冲口我会编舞，然后呢，其他的团员他们会写歌，他们会作曲作词，包括炙热里面很多的一些舞台的运镜啊，一些表演方式也都我们自己想的。那大家也会觉得，就是舞台上这种组合表演的光环，就是在夏之光的身上，这个标签会更重一些。所以当你去做演员的时候，打破大家先入为主这个标签难吗？我就没想过这个事儿。就只有市场强迫我会想这个事。我毫不避讳的说，我曾经我就很骄傲啊，就不管是大家说，你之前是偶像什么的，我觉得我很高兴的是，我比你可能要多一份人生经历，而且我不认为在其他方面没有变得更好的空间和可能。就是我们人生还是要看终点的，还是要看目标的。是的，所以这个要靠时间来解答。对，就还好了。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能够为自己骄傲就够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质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大家不了解你，不认识你。他们也没有说真的是深耕，像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经历，从舞蹈再到舞台表演再到影视表演，他们没有我这样的经历，所以以他的视角，他质疑你是非常正常的。但如果说你把这个质疑看得特别认真的话，你反而会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。我更多是去做自己想要做的，现在可以做的事情。对，其实这个质疑它并不会影响你上戏，或者并不影响到你自己的表演。你更多的是我自己会想，我今天如果我在饰演这个角色这场戏的时候，我这场戏有没有做到位？我这个角色有没有遗憾的地方？我可能更多会想这些东西。对，所以你是很心甘情愿可以在片场或剧组里面做一个演员新人的，是吧？那这当然。因为毕竟舞台上组合上那可是 super star 啊，那是有很多粉丝簇拥的。我当然是愿意，就是学习嘛。当我摆在学习的位置的时候，你不管在哪儿，你都是新人。只要我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那一定就是新人。那其实做艺术一行最重要的，首先是脑子，这个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脑子，然后阅历，然后是努力，一定是这三点。你自己觉得自己天赋还不错的吗？有这个灵感，有这个感知力，我是有这个感知力的。对，但是努力你自认自己是有的，每部戏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因为要怎么比，就太多人比我更努力了。太多人比我更努力了。我只能说，我对于事情的话，只要我做了，我希望把它做到最好。我看你参加那个国艺节目录制的时候，中医的前辈对你评价很高，你可能是不是比较善于观察呀？他说你这样可以学医的，对，因为你观察能力很强。学舞蹈，我会看着老师怎么跳舞，然后我会看着以前他们的桃李杯剧目，他们那些师哥们他们是怎么跳舞。我可能是从小就会去观察，所以学医有这方面的通性，就是也是要去观察人嘛。而且我觉得观察能力对演员来说很重要，像你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可能专门有这种观察能力的练习哈。那现在呢，还有这种保持这种细腻的观察的这样的习惯吗？我会，就是习惯了，就是习惯了。我散步也会看大家的一些比如说路上可能情侣啊也好，或者是父子也好，或者是母女也好，他们的表达方式，他们的一些沟通方式，我都会看，就会当故事、当电影一样，生活的电影去印刷在自己的脑子里，然后去观察他们是怎么说话，他们是怎么样表达的，会这个样子。而且我觉得演员嘛，他就是一个技多不压身的这样一个职业哈。人就是一个技多不压身。对，所以像你之前学的舞蹈啊，那肯定对表演也是很有帮助哈。包括一些兴趣爱好，这些是不是
对演员来说也都是一种加持呢？比如说，其实就是我认为我自己的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，是有各种的时间，我需要去好好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一遍，把这个世界观察一遍。我去学习，不管是各种技能也好，或者是各种东西也好，我不是为了什么，我是为了让自己去体验这个世界，体验自己的生活，体验自己的人生。那你要说上升到机会，上升到技多不压身也好，可能突然某一次一个活动，一个工作，一个角色，它需要这个样子，恰巧你有了，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上升到了技多不压身。但前提的主旨我不是为了这个，我前提的主旨是为了完整我自己的人生。我只能说我通过每一次的体验，每一次在真切的活着的同时，我能够知道当我在这个角色里我该怎么说话，我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去表达。对，那就是说市场给你这样的机会，如果现在就你特别想尝试的角色，你觉得自己也可以驾驭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类型？各种我都想演啊，因为演的太少了，所以我并没有去特立于某一种我要想去，因为我觉得太多我也需要我自己去学习了，因为我都没有去试过，所以我何来的我更想某一种。我去年看你参加电影频道的这个星辰大海的那个采访活动哈，也跟陈嘉上导演有一些交流吗？关于这个演员啊，对，如何理解自己啊，找自己做自己，这些对自己的表演会有一些启发吗？是有的，因为以前其实更多的是在去借鉴，但是就像导演说的，他拍《逃学威龙》是因为看了《监狱风云》，他跟我们说，就是你不要总是在去模仿某一位或者追寻某一位，而先找到自己，这样子你才可以超越，你才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艺术道路，可以找到自己的东西。你像古往今来所有的艺术家创作也是，并没有说某一位模仿某一位还超过了某一位，对，都没有，其实是从内核稳定，然后向外散发，才能够不断的超越。你骨子来说算是这种敢于冒险的人吗？还好吧，我并不会去一定要为了追求冒险而去冒险，就是有这个兴趣就去做。那之前做过的，你觉得最有冒险性的事儿是什么？团体结束之后就去拍戏这我觉得最冒险吧，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关于舞台方面的音乐节也好，综艺也好啊，都没接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在赌嘛，就是一个劲儿的，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确是行业内，就像您所说的，关于对你偶像的审视，对你职业的这个误判，然后那刨去了综艺也好，我之前的那个工种的这个收入，所以我就是完全其实就是一个从头开始，且完全就在生活方面是压力非常大的。所以那个是我觉得做过最冒险的事情，就是一股脑的在赌，就一直在赌这个演员。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？我只要能够有1、2个角色或者是电影拍出来的作品，让我自己人生这一辈子觉得做这一行值了，我就够了。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别人，是的，不要辜负自己就够了。